今天我想给你看3张画，你能看出来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吗？第一张画是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然后呢是乔万尼贝里尼的圣扎加利亚祭坛画，最后呢是拉斐尔和他的学生一起创作的头戴蓝冠的圣母。好，看完这3张画以后，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这3张画呢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在这3张画里，圣母玛利亚的身上全都穿着蓝色的衣服，尤其是最后这张戴蓝冠的圣母，她还有个名字，她被称为沉睡的圣婴，圣婴指的就是耶稣啊。咱们能看到在画面里啊，圣母玛利亚戴着蓝色的头饰，穿着蓝色的裙子，她用一只手呢轻轻掀起了睡着了的耶稣的那个纱巾，而圣婴耶稣呢也是睡在蓝色的布料上面。这个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在这3张画里，在大量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基督教题材绘画里面，圣母玛利亚都是穿着蓝色的衣服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的这些画里面都使用了一种叫做群青的颜料。在19世纪之前呢，群青是一种价格比黄金还要昂贵的颜料。我用黄金做比喻并不是夸张啊，而是这个群青在当时的真实价格，它就是比黄金还要更加贵。那为什么群青会这么贵呢？因为这种颜料在过去啊，它来自于磨碎了的蓝色宝石，叫做青金石。而这个青金石呢，在欧洲并不出产，它是从阿富汗的矿山产出的，然后呢又跨过地中海运到欧洲。群青在英文中的名字叫 ultramarine， 而这个词本身呢，它的意思就是来自海洋的彼岸。所以这就是群青的价格在当时比黄金还要更加昂贵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艺术家会用它去画圣母的衣服的原因，因为这代表着人们愿意把昂贵的颜料用在他们最虔诚的信仰上。这个其实和东方给佛像塑金身我觉得是相似的道理。当然后来到了19世纪，化学家成功的研制了可以人工合成的群青，于是呢群青这种颜料也就不再昂贵，它成为了调色板上一个很普通的颜料。不过虽然群青的价格会改变，但是用最珍贵的颜料表达崇敬的那种象征意义却仍然被永远记录在了那些画布上。好，我是孤山，刚才就是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